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再聊这个房间，然后这是我们再聊第4期，今天的主题是潜规则啊，大家不要想歪哦，我们也不是不是聊那个，但是就是说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人生避坑指南这件事情，有一些规律呢不是那么显然，有一些约定呢也通常不会成文，有一些教训要栽了跟头才能够学到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话题叫千金难买早知道，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各行各业或者是各个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背景中间有一些可能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但是别人可能大概率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可能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请到台上这一系列的这个小伙伴，要不要大家简单的一两句话说一下自己是谁？我突然 Q 这个环节是不是有点突然？还好还好，我是威廉，好，我是威廉，然后我在Silicon Valley 当software engineer，那常常会做一些 community。大家好，我是 Angela，我也在硅谷，然后我是做统称传译和高管培训这一类的，然后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高管培训还有创新创业的一些团组来到这个硅谷，然后通过那些工作当中正好认识的仔男，然后也是认识很久了，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聊这个潜规则。好，欢迎 Angela， 然后 Lydia，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开麦？ Lydia 闪了一下麦。好，那 Lydia 今天就是我们的全程工具人，他会帮大家做一点笔记的，欢迎大家做笔记。然后文明阿狗是来站台的还是可以说话？我可以说话。Hello，大家好，我叫张文明，然后我的发工资的主业是在斯坦福做免疫学的科研，我是 research scientist， 然后不发工资的主业是跟几个朋友就是跟几个朋友在运营湾区文化沙龙，是一个这个对我觉得它不是我的副业，我觉得他现在花的时间可能跟我主业也差不太多，就是做一个知识分享的平台吧，大概是这样。欢迎阿狗，真的湾区文化沙龙很值得大家关注一下。谢谢。好，菲菲，不好意思。大家好，我可能是一个唯一还在东岸，然后就是跟大家聊天的。我是一个咨询公司的中层管理吧，我在 BCG。哇，欢迎菲菲在东海岸，现在应该已经11点了，还加入我们的活动。睡了一觉，醒过来了。没关系，开启你的周末夜生活。好，那下一位玛雅。嗨，大家好，我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个创业者，我做的是医疗大健康，是提供这个运动康复这个医疗的服务，面向的是一个普通大众的人群。然后另外就是在 Clubhouse 上面浪费了自己最近很多的人生，然后不管是就是自己创 Club 还是去参与像在南这种特别好的 host 的这种 room， 还蛮多乐趣。所以说如果大家看到我 bio 有任何感兴趣的或者觉得我可以分享给你们信息的话，也都欢迎来问我。谢谢。对，玛雅这个从遥远的东方打扣进来，今天后半场这个跨时区这个通宵就归你管了，对吧？太恐怖了！我昨天大概挂了8个小时，最后我都整个人都脑子都不在线路上了。没有，开玩笑的。我们今天预计是两个小时结束啊，其实前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还有1个半小时。Anyway， 那下一位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也是非常敬重的一个这个技术大拿 Ted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好，我是 Ted， 然后仔仔很可恶的已经把我的自我介绍都说完了，我也不知道说啥。就是技术大拿，对，大家记住这个就行了。那我就再追加我是2只猫的爸爸，好吧，就这样。好，2只猫的爸爸 Ted 介绍完，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甜菜 Cindy 同学？Hello，我是星星，然后我在硅谷。
技术背景，然后我对entrepreneurship、VC 还有AI 等等等都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今天过来是站台的，很高兴遇见大家。欢迎星星，欢迎 Cindy。好，那下一位 Andrea。Hello， 大家好，我叫 Andrea， 然后也可以叫我安迪，我是在北京现在，然后在国内做这个英语辩论教育的培训，之前也是裁判比赛，有裁判大概3到4年的时间，对，然后就是很喜欢在南的 club， 觉得特别有干货，而且很有细节，就基本每次我都会来听。欢迎 Andrea， 也是在北京是吧？后半场归你们了。好，今天另外2位带来干货的同学，第一位帆哥。大家好，我跟 Andrea 一样，也是在北京的，然后目前是在金山云这边做产品，主要就是负责 AI、RTC 这些业务方向。然后之前有创过业，也跟大佬抱大腿去创过业，反正折腾了不少事儿吧。后面可以跟大家慢慢聊，谢谢。好，欢迎帆哥，自带干货的帆哥，还有 Leslie 也是自带干货的同学，欢迎你。大家好，谢谢宅男的这个房间。我现在在硅谷的游戏公司做设计，然后因为自己的业务和公司业务的关系，也比较了解YouTube 或者是 Instagram 的网红经济和游戏主播、游戏直播，有航空、交通运输业，还有餐饮业。就是因为以前业务的关系，所以都稍微有一点了解。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交流，谢谢。欢迎 Leslie 在 Roblox， 哇，最近太火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啊，最近很火的。就股票大关注我了，我也不给发股票。没事，总是可以吸取经验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对，我是不是应该 Q 一段音乐？对。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潜规则再聊，然后千金难买早知道，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必通的话题。那有些时候，这个问题一些规律、一些故事、一些不成文的约定，或者是不知道规律，可能要栽着跟头才知道。那我们今天就是可能今天前面先是台上的小伙伴们先可能大家分别说一说自己知道的一些小坑，对吧？然后大家如果台下的同学觉得非常有灵感，也欢迎举手上麦。我们反正是一个就是这个非常非常互动的一个环节，但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我们今天的聊天呢。就像标题里写的，这一期我们可能会想尝试一个新方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录音播客，然后到时候会剪出来。那我们前面的那个私聊环节就那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开放麦，所以本来也是不定观众，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分享小故事的话，不妨用我听说一个故事，对吧？如果它发生在你身边或者怎么样，然后如果比较敏感，你可以把剧中各种企业名、人名。学校名 whatever 都隐去，反正我们讲的是这种社会现象，然后让大家希望让这种交流能够帮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多避掉一些坑吧，对，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先讲一讲谁可以先介绍一两个一个小规律。有没有？那我就来分享我刚才那个吧，就我原来从事的行业的。好呀。我抛砖引玉。我原来是做过烟和酒的行业，就是想提醒大家，如果你烟酒算是自己的一种爱好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卷烟每一根普通的那种卷烟的成本。就是最好的烟跟最差的烟，它的成本不差几毛。然后最贵的，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烟酒店买到最贵的那种盒装的那种卷烟，一根的成本也大概就是1块左右。然后酒的话呢，所有的高度的白酒，哪怕是那个世界top 10的那个奢侈品牌的那些酒，然后它的酒体加上那个瓶子和包装的成本。工业成本的话是不超过10几块的。OK， 我是玛雅 over out。
对，刚才我们听了也觉得蛮震惊的，但是真的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在一个行业内好像是所有人都知道，就是非常显然的东西，但是在行业之外就没有人可能会这样，就是如果你跟他不是关系特别好，他不会告诉你。对，然后我刚才也抛砖引玉分享了一个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写代码的同学。很多人会说你工作效率怎么样，然后他说我写了多少多少行代码，然后其实写程序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想写很多行的话，你基本上是可以无限制的往上增的。所以曾经有听说过故事，说甲方用外包软件的时候用代码行数来定价，结果它的成本就爆了。所以这是这个我听到玛雅的这个分享以后想到的一个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可能行内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行外大家不知道的。请问你们的 bug 有多少？我们的 bug 是一个在我们软件行业 bug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既然仔男也说了一个，那我也说一个吧。其实就是我也是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那其实大家都觉得 software engineer 写代码很厉害，然后或者是写代码都写得很好，可能都很干净，然后很佩服这样。然后其实你进到公司以后会发现，第一个文档不全，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写什么。然后第二个写代码没有逻辑，全部都是 duplicate code， 甚至还有 copy paste 的。感觉越报越嗨啊！所以就是如果我进了你们的公司，我写重复行代码也有 bug， 就没有事是吗？可能就是改个 variable name 的概念吧。不同公司当然会有自己的那个就是操作守则来避免这样的事情，而且聪明的公司也不会拿员工的代码行数来当做一个绩效考核的原因，但是这个确实是外行比较难理解的东西。对，如果你当了创业公司的老板说我现在有 good idea good business， 就差一个程序员了，然后你试图用某种方式去衡量你的这个外包程序员的工作量的话，一定要注意代码行数绝对不是个好尺度。对。那我可以接着说我们行业吗？好，来吧。大家好，我是 Angela， 对，我是做同声传译、口译还有高管培训这一块的。然后首先刚刚提到了之后，我就也想起来，就很多人就是很多行业以外的人会觉得说做同传的可能是青春饭，就是觉得说因为非常用脑过度然后会掉头发，就类似于程序员，这是我们的共同点然后就说觉得同传就是年纪大了可能会精力不集中或者说是非常累，然后容易掉头发。那我做了将近快10年的口译我可以，虽然大家看不到我，但是我头发很浓密然后同传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这个职业的话也是慢慢积累的，就是有点像财会的这个职业，因为你积累的行业越多，你了解的知识越多，那你其实做同传的话越得心应手，所以我们这个并不是青春饭的一个职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做口译的话，做翻译口译，大家会觉得说女性比较多，那确实我们这个圈子里头女生是比男生要多很多。然后作为女生的话，女性，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如果有出差比如说跟着团组翻译，或者说是有出差的一些任务的话很早我们老师就会提醒我们。那作为当时还很单纯的学生的时候，老师就会说，那比如说你跟着领导去翻译，或者说是有翻译的任务，第二天有稿子要跟你对一下，然后已经是说下班的时间，或者说是晚上大家在酒店的时间，那你坚决一定要知道说不去别人的房间对稿子，或者说是来你的房间对稿子，而是说要找这个咖啡吧或者大堂这种公众的这个地方。那当然大家可能都是非常好的绅士或者是各方面的，但是你还是要避免1%的这个可能性，或者1/1000的可能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最近都那个话题就大家比较了解到的就是像比如说有个大佬对吧，然后在这个国外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其实这些事情最初可以避免的就是其实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无论是什么岗位的，那在有人邀请你去做比如说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都是有权利说 no 的，因为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也不知道，你们可能关系平时也很好，工作中的关系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这种可能性你如果要把它 minimize， 也就是最小化的话，你是有权利拒绝的，就是不要让一些狗血剧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应该是这个行业内的前辈的肺腑之言，应该
对对对，所以如果台下有希望做同传、想做口译的小姑娘的话，一不要怕会掉头发，二不要怕会发生什么，你可以保护好自己。好，那非常感谢 Angela 的分享，还有其他小伙伴要分享吗？我有一个小小的关于餐饮业的，是美国知名连锁咖啡品牌的。大家可以自己想象啊，就那么几个牌子，对，某品牌，对，就是其实他们现在有很多milk 的种类，比如说 coconut milk， 就是椰奶，杏仁奶，然后豆腐奶，就是很多很多那些种类，其实他们里面都不含它自己那个名字的东西，就是 almond milk 里面没有 almond。coconut milk 没有 coconut， 它全部基本上都是棕榈油和其他化学添加的口味调成的东西。就是哪怕你看到它有用那个知名品牌的盒子，不代表它里面的奶就是那个牌子的奶。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就差不多6-7点之后就不要去买咖啡了，因为他们是公司有规定说，每隔多少小时要把所有的咖啡倒掉，要重新煮一罐。但是到了晚上快打烊的时候，店长通常都会因为偷懒和节约成本，就是加热现有的那个咖啡，不会再重新煮一罐了。哇！这个奶这一件事的来源是什么？是以前朋友公司业务有跟他们直接就是供货，就是相当于供货商吧。要叫原材料采购商，原材料采购商，对。但是不代表说这个每一家都这样，是他听说是潜规则，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分辨吧，就是因为他一般都是要多交50美分或者75美分，有的是1块钱，所以就是普通的牛奶就好了。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喝 coconut milk 的话，你可以自己带嘛，我是觉得不太划算。但是棕榈油是一件就是你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所以不像他们宣传的那么健康。我可以问一下，你知道这个是这个总公司的这个不成文规定，还是说下放到 franchisee 的时候会他们自己偷偷改？我觉得这个不大，这个我不知道。OK， 这个我不知道。我可以问的话，就是椰子油有很多西方推荐，这个会比他们要好吗？因为听说它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椰子油，我说的是棕榈油 palm oil。 对，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问这个 different alternative。大家忽然间进入到了一个研究食物行业的进入养生模式。我这了解是椰子油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我不是营养专家，所以不要用。但是椰子油你不能过度食用哦，是不好的。我只想那个感慨一下，那个知道这个潜规则的人感觉很凄凉，就是知道说晚上过了某个点就不要再去买这样的咖啡了，就是你想什么时候什么人需要在这个点再去买咖啡？太惨了！不要看破不说破，真的。不过我倒是觉得，就是我不管我刚才说还是 Leslie 说的这种就是实体的商品，我觉得是这样理解，就是说虽然我刚才爆料呢，但是就是如果第一你是送礼品或者什么，因为它在礼品市场的价值，你送出去多少，它就有一个市场价格，这个就没办法说。还有就是，虽然我说它很暴利，可是并不代表就是卖酒给你的那个商店或者那个经销商或者是那个销售员他能赚到很多钱，其实不是，它利润非常薄，因为传统的烟酒市场它其实是就是地层累进，它有非常传统的和严格的一个经销商的体系，它会从说一个大区，比如说华北大区，然后西北大区、南方大区，这样江浙沪大区，它再分到每个省，省再分到市，市再分成县级市，县级市下面再分成区，然后区域下面再分成一个就是什么渠道，比如说商超还是餐饮还是团购渠道，所以等到6-7到手的时候，他们是不能串货，串货就是我跨区域去拿一个价格不一样的，所以到你手里其实每一层并不代表你可以跟人家压价或者是他也没有多少。然后我觉得 Leslie 说的那个其实
对，我觉得这几个点都说的很好啊。我们是不是这个，然后让这个大家小伙伴们把它扣回到这个潜规则来，这我觉得技术深挖，我觉得小伙伴们可以在这个一起来在后续这个行业交流。对，那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这个话题，就是刚才我觉得这个包括玛雅还有 Leslie 分享这几个点都是很好的，有些是行业内幕，有些是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保护自己的规律啊什么的。还有没有其他小伙伴有一些这个潜规则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避坑指南 ？Alice， 我讲一个 MacBook 的怎么样？可以，你要不要隐去什么的？隐去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比如说隐去公司、隐去产品名什么的，就比较安全。没有，这个其实是写在 Apple 的官网上面的，只不过平常大家可能不会去看，就是可能你电脑出了问题，你打电话去 support， 他才会告诉你。就小字段是吗？有点像是吧，就是说，就比如说他刚刚出的第一代的那个带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 他们那一代其实有蛮多问题的嘛，就众所周知，比较众所周知一个可能是它的那个键盘不太好用，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但是呢，我是买了第一代 Touch Bar 那个 MacBook Pro， 但是呢，现在大概5年了，所以它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包括电池老化的特别严重啊，然后还有它屏幕下面一节都变成了 Dead Pixel 呀这些的，然后我后来打去那个 support， 他告诉我这些 parts 全部都有 recall program， 所以后来我把它拿过去了以后，他把我这些 part 全部换成新的了，所以我整个电脑现在看起来基本上就是除了最下面那个壳能够看出来是我原来自己电脑那个以外，其他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新的，因为全部给我换了新的 parts。 但是呢，这个问题是你如果不是电脑觉得很不顺手了，打电话问他 support， 他是不会告诉你这 program 的，尽管你去搜你能搜得出来。然后呢，他这些 program 都是有期限的，就比如说在你买的5年之内，你如果不去实现用这个 recall 换到你电脑上面，那就过期了，你就相当于运气很不好的买到了它的第一代产品，然后呢也没有享受到它这个5年内保修的这个福利。哇，这还挺坑的。对啊，这个好坑啊，这个不知道。然后呢，对，然后我当时 iPad mini 我买的也是第一代，然后我也觉得比较坑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第一代 iPad mini 用的是32位的处理器，它第二代开始都是用64位的处理器了，所以说现在很多 app 它可能在第二代的 iPad mini 上面都可以跑，但是在我第一代上面呢，就连下都不让我下下来。真的，我也遇到这，你这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潜规则，就是有一些公司，有一些朋友的公司，对吧？然后公司里面有时候会发一些奖金，就说你这个项目做得非常好，然后给你发个奖金。但是据说这个朋友的公司从某一天开始呢，他的公司里这个项目的奖金就变成了就是他不会再提醒你说你有一个奖金没领，他这个奖金给你发放的方式是你要去主动的去你可以用它来在别的平台上买东西，完了以后到他那儿报销。但是最早这个公司里面是会专门给你发邮件，一直提醒你你还有这个项目奖金没有用掉。但是后来以后，从某一天开始，这家公司就突然间改成不给你提醒了。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人会忘记。这是一个让我想到的，就是跟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你 recall 这件事，如果别人不告诉你是不会知道的一样。我突然也想到，我就只是 echo 说这个是挺像的，不用了，你说。对，我突然也想到一个，其实就是可能大家来美国了以后会发现，你可能需要办一些网络营运商或者是手机营运商。那通常我们办那种网络营运商或者是手机营运商，都跟你说要绑约。那大家的第一个刻板印象或既定印象，其实就是你绑约了以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改你的 plan。然后你的手机也一定，或者是网络一定都要用他们的，只要你定下来，通通不能改。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举例来说，譬如说你在手机营运商，在 AT&T 或者是 T-Mobile， 你可能签了约了以后，然后你过了一个月以后，你想要改你的 plan， 或者过了1年以后，你想要改你的 plan， 其实你是可以改的。那改了以后，并不属于违约。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还想到说那个有些那种discount 是说12个月的新用户才能拿到，但是其实你12个月过了以后，你再给他打电话说我要 match 这个新用户 program， 他也会给你 match。对，
包括某 X 开头的公司，或者是 C 开头的公司。对。哎，我还想到，那我也补充一点，就虽然我不是从业者，但是我偶然发现，也是像这种你主动过去的。其实，比如说在大陆，不管你是就是移动还是联通的用户，如果你觉得套餐费很高啊，或者说信号不好什么，我之前有打电话过去说我要停机了，或者是说我要携号转网了，比如说我这个号还要保留，但我转成另外一个运营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会跟你讲说我会给你降资费补贴，或者跟你说啊有什么新的套餐，然后就是还有一种是银行的那边，比如说我在刷卡的时候走的是 master， 然后是一个外币的交易，他会收我一笔货币的转换费，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跟那边人工说你为什么要来收，他说我们这个都要收，可是我说我不知道耶，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我在交易之前和交易之中是知道这笔转换费还进行刷卡，我说那你就收我，他就说那我给你免掉一部分一半或怎么样，我说我不可能，我1分都不会掏，我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去银监会告你，我1分都不会出，他说那我给你免70%，我说还是不行，他就一个 level 上报，最后说我会给你全免掉，但只有这一次，我说当然只有这一次，因为你现在有电话录音证明我知道了，所以我想说大家如果对各种比较大的机构你的各种服务不满意，包括一些航空公司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去打一个那个人工的 complaint 的电话，可能会另外的意外的有所收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非常感谢玛雅。对，这种其实应该 OK， 就是这种的话其实应该是就是各个行业里面的一种服务的潜规则，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尤其是在这种服务行业，像星巴克啊，然后不说名字的话，就是随便的一个咖啡厅里面，你如果遇到不满意的服务，你只要去当众向给他投诉，他一定会给你折扣，给你各种优惠补贴的。如果你是忍气吞声走的话，他也不会就是说去补贴你。它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它是。我可以就着这个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说一个吗？可以啊。但是我可能要聊回到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职业上的那个坑啊。好。我是觉得比如说其实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大家都就比如说我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就会觉得就要埋头努力干好自己的东西，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如果有困难的话呢，自己先要解决。但是后来我就是学到了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叫做 manage upward。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汇报，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只是说我做不出来，而是你可以说我觉得这有些问题，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能对，但是我不太确定，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小领导其实会很喜欢，他不会觉得你不够聪明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可以给你省很多时间，就不去做弯路当然这个是我因为听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件事情，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我有两个 consultant， 他们都遇到问题，如果有一个来问我的话，我其实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提前解决，然后提前完成。如果有一个他一直不说，然后他就一直做，然后做的方向不对，然后后面再来改，就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想提供这样一个建议吧，就是也不是潜规则了，但是就是有问题越早问越好。感觉这是一个真的我觉得也真的挺算潜规则的，虽然说好像在这个行里已经大家都可能就干几年以后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刚入职的人应该是不知道的，对，可能很少，反正我在学校是没学到这个的。对，可以快速 echo 一下吗？我是听到这个上来的。好呀，欢迎你，欢迎省。你好，是这样子，我刚听到这个，然后就想到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做很多项目，就是为了就是推扬一个 Art of Ask， 就是提问艺术的一个项目，让初期进入公司的员工知道，如果说你想要什么，你是需要去要的，然后当然怎么具体去要，这是一个艺术，是需要你自己去学。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很多90后，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如果你去很生硬的去给他灌输文化，会记得小明
菲菲 ，OK，我刚刚想说的一点是，职场里面借力使力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不要觉得一直蛮力干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儿，很多时候怎么样有技巧的让别人来帮你出那个力，或者带他到你的游戏当中，这个其实是可以给你一个借力使力的就是反作用力，然后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对，就 quick echo 一下。说的非常好，谢谢。我也想 echo 一下，就是刚才我其实也有想讲这个，就是还没有来得及说，就是类似于刚才盛说的这个the art of ask，我想说就是在职场要升职的这个，就是要 promotion 的这个事情，自己去 ask 和等他被动的来给你评估，真的会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会有人非常 proactive 的去跟他的直接的 supervisor 和在上面一级的老板去询问自己要达成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里尽快的走到下一步的这个下一级别的这个职位吧。我觉得从身边看到的例子是来说，就是有的人真的是埋头苦干很多很多年，但是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应该 deserve a much better position than what she has， 但是他就是没有说，就是也没有问，但是同时相比呢，跟他就是比他晚来的，然后可能工作资历啊，然后能力啊，各方面都没有这个人好，但是他就比较会去 promote 自己，也比较愿意去跟他的上级交流，怎么样快速达到下一步的目标，反而会更早一步晋升。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在工作了以后才意识到的事情。我也想补充一下文明讲的，就是在很多科技公司，就是不是每年都有那个 performance review 吗？有的公司是每年底，有的公司是每个季度。但是其实你如果是每年的话，那你每个季度就要跟你的领导 check in， 就是很多人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偷偷都有在跟你们共同的老板在私下里做 performance review， 因为你越勤快的话，就能越早获得反馈。那很多人他就是默默就等到就是公司正式所有人一起做 performance review 的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已经跟老板聊过几轮升职加薪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看身边有的人好像就是做的事情也跟你差不多，但是升职就比你快。那比如说公司是 quarterly review 的话，那你就可以每个月跟老板 check in， 就是你越早就是设定这个目标就越好，然后老板也喜欢这种就是他手下的人追着要反馈的这种感觉，因为他会觉得说你是在不断追求进步的。那如果你就光埋头苦干，然后到了最后年终在评估的时候，然后你就把评估表交上去，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那种自发的追求内心追求个人进步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问问题的时候，就是刚刚有人分享的话，我是想说，如果问问题的话，你最好就是提供几个方案，就是你就光问问题的话，老板会觉得你就是不懂，就是想问，就是你懒得思考。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方案，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做不出来，或者是这个我写不通，但是我觉得解决方案可能有这么几个，你看一下哪个方案可能比较适合。就是你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你这样一说的话，老板会觉得说，那你是有真的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一有问题就把问题丢给别人。对，我觉得这个点说的特别好。那个这也是关于这个在职场的一个技巧。我们现在在我可以帮你总结一下吗？说一下。范你来说。我有东西。好，那个范说完了以后，我们 reset 一下房间哈。我个人认为，OK， 我个人认为就是埋头苦干的人，其实是他没有资源协调的意识，他不懂得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不知道如何把 HR 把老板变成帮助自己升职的人。其实老板要升职也需要底下的人升职。老板他是高级总监的话，他想升成总经理，那他需要手下至少有3到5个的高级总监，那才能把他升成高总经理。所以其实你跟老板是要一体的，只不过埋头苦干的人他没有选，怎么说呢，就没有给老板感觉就是我自己人。对，
我觉得帆说的这个点，就是刚才几个总结了一下大家刚才说的几个点，基本上就是在职场里要 proactive 的跟老板去进行交流吧。那我们现在 reset 一下这个房间啊，欢迎所有的这个观众这个小伙伴们来到今天我们这个房间啊，这是在聊这个系列的第4期，我们在聊潜规则。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聊一聊这些避坑的一些故事。如果你在自己的行业里有一些不成文的约定，不是特别显然的规律，可能有些时候有些教训要栽跟头才能知道，那欢迎大家举手上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主题，刚才几个嘉宾都做了一下这个发言，好像菲菲要为大家做一段总结，要不要菲菲跟大家说一声？好的。谢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可能在大家听起来不是非常的潜规则，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就是在我的经验来看，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对我们亚洲人，特别是一些女生来说，不是一个非常显然的规律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怎样和你的老板保持一条心你怎么样可以 self promote 你自己，怎么样可以不要那么经常埋头苦干，然后但是让别人更快的看到你的闪光点。我觉得这个是越早可以加入到你的行动中越好的一件事情这对我们整个亚洲 Asian workforce elevate to next level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刚刚的贡献，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话题。好，谢谢菲菲。阿狗有话想说？对，我想分享一个不显然规律吧，可能也它不算是一个避坑指南了，但是我先讲一下背景是我是之前在一个食物过敏相关的实验室做这个跟食物有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食物生产车间，然后要跟 FDA 打交道，就是它是作为药物的一部分，它虽然是食品，但它作为是药物的一部分，这样被 regulated 的。然后所有的生产出来的食物和所谓的药物都要有 expiration date。这个我是后来就是因为是跟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就是食物的生产日期means nothing，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质量的 indicator， 但是它跟食物的安全性没有关系。就是生产厂家他们是以他们自己的猜测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的，就是他们觉得到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它吃起来可能质量也应该不会变，就是这样定的日期。或者他们会觉得 OK， 我们希望你在过了多长时间以后你就会回来再买这个东西，这样定的日期。然后临床上其实是有实验，他们是拿药物做了对比，就是有很多药物它可能写的expiration date 是比如说18个月以后或者是1年以后，但实际上他们其实可能有过了10几年再回来测这个药物的 potency， 它还是很高。它可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变弱，但是实际上这个过期日期并不代表这个东西真的就过期，甚至也不一定代表这个东西它质量有变差。对，我就是想讲这个，好奇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常识。我想挨大 B 一点，这一点就是感同身受。而且我是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一个公司它主动标注那个日期，只是说legally 就是法律上来说，你如果在它超过保质期，你吃坏了身体或出现了问题，你来找他打官司，他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的日期，比如说是3月20号，然后20号之前还是好的，突然20号那一天它就变质了。所以说这个思路也给各位就是吃土的宝宝们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平常会经常买那种临期的食品，就淘宝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店，在大陆的话，我觉得在各种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很多超市也是有，就是专门有一个区域是这种临期的。其实不管是临期还是过期，你就关键是要看它是什么东西。像食物类的话，如果是含水量比较高的一些零食或者是酒水饮料这些，我不太建议因为它水的话它比较容易变质因为有光照。
但如果是很干，比如说是粮食，它是脱水处理的这种，或者饼干啊，或者一些像 chocolate 这种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只要储存得当的话，没有一个极端的环境，你放在家里面是没有开封，可以都是存几年。像什么卫生纸什么这种更是可以存10年之久。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完全排一下文明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它并不是说到了这个时间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了，只是说你能不能向商家去追责。如果说你自己平常比较懂得生活常识，储存的方法也比较好的话，能够辨别一些东西，其实你平常生活是可以特别省钱。因为你要了解到你购买的平常所有价这些在货架上的东西，它里面并不是光是这个东西的成本，它一定是包含了它的比如说运输、物流、人工，还有他们的营销费用，包括他们的这种过期的处理的、下架的、回收的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在里面的。所以如果说你去买那种临期，很可能你有可能是以低于成本价去买到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品质几乎是没差。谢谢玛雅，这个说的非常好我们有没有别的？我看新上来了几个小伙伴我不知道顺序对不对啊？瑞，你是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就是刚才根据这个 FDA 说的，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 expire date 呢，它在 FDA 上你需要做一个 expire date 的这个测试，通常是有2种，一种是加速测试，另外一个是包装的降噪测试。它是根据这个来的，特别是在药物 FDA 的药监管区的这个 drug 当中的。感谢你，对，并不是上面说的那个完全那个意思，就是它需要做个测试，按照参照。说到这个，我其实突然想到，刚刚可能跟刚刚讨论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突然想到入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东西避坑指南嘛，然后我突然刚刚想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食物的日期，那个有效日期，不然的话，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忘记这样。就我突然刚好想到，刚刚闲聊的东西很无关。那我想鼓励一下，就是下面台下的 audience， 如果有人想要聊一下我们的潜规则啊，或者是我们人生的避坑指南的话，可以欢迎举手哦。谢谢。或者如果你有什么坑还没绕过去，把你的坑抛出来，我们聊一聊。我可以分享一个嘛？就要谈讲。你请说。好，我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职场里还蛮重要的一个 mentor 跟 sponsor 的一个关系吧。可能很多刚进职场的小朋友，他可能不是太了解一个 mentor 和一个 sponsor 对你职场后期甚至中后期晋升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可能 mentor 这个概念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比如说你进到一家公司，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可以能够让你一定程度上敞开心扉去聊你在职场中的困惑，你对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迷思，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是 mentor。 那 mentor 这个 relationship 它其实是可以比较 casual 的，你可以是你的同级，也可以是你觉得不错的一个领导，或者说其他一些组织结构上的一些其他同事都可以。mentor 这个概念就是你需要在你的职场中构架出一个社交链，让你是有一个 backup 情绪上的一个互相依托，包括一定程度上去丰富你在这个职场中的生态链的一个存在。那 sponsor 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不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强调一下的。 sponsor 在你的职场中是属于那种会把你或者说会把 promote 你放在他的肩膀上往前去扛的。其实很多大的公司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 sponsor 这个概念了，然后也会设计一些定点或者说定向的培养员工的项目，去 sponsor 员工得到更好的一个晋升。但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自己去寻找 sponsor 潜在的 sponsor 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快速的讲一下有哪些途径，你可以从培养一个 mentor 的 relationship 开始。你觉得这个人是你的 mentor， 你聊了一段时间，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你觉得他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个职场的指引，你可以慢慢的把他培养成一段 sponsor 的关系。还有一种是通过你现在在做的项目，你现在在完成的一些现有的 task，
在这种情况下，当你完成了一件事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不要觉得你完成了就完成了，要努力去吸收你完成这件事中所培养出来的人脉，然后去看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你完成的项目中是有可能成为你的 sponsor 的，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既然你已经做成了一件事儿，那在他面前你已经一个可以呈现的成果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培养这样的一个 sponsorship 也是比较就是相对容易的。这是2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公司有一些相应的项目能够给你更多的 sponsor 和 mentorship 的支持，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刚刚说过，职场到了中后期，你是需要有人去帮助你，去帮你提升，或者说轻轻的推你一把的。然后觉得这个是职场早期你越早知道，越早去培养这样的关系，会对你的后期越走越稳有帮助的。就简单分享一下。好，谢谢，我觉得分享的特别好，不知道对那个台下的听众，特别是就是刚进职场的小朋友，是不是帮助很大？那因为刚刚大家说的都是职场啊，那我们今天那个在聊的话题的话，也包括就是人生活当中很多避坑指南，特别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个，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无论中美都有很多人领养宠物啊，因为大家都宅家。那因为我是有养过2只英国斗牛犬 English Bulldog， 然后现在有一只，之前的那一只的话是几年前过世了，然后所以通过好几年的养狗经历，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还没有养狗的人，养了已经来不及了还没有养狗的人，就是你一定要确认说你不是经常出差的人，因为你出差肯定要放到别人家，或者说你要保证你的亲戚朋友是能够在家里帮你看狗狗的然后如果说你确定下来的话，还有第2点就是你要看狗的品种。像我和我老公养的英国斗牛犬，它们是皮肤非常敏感的，就是它们本身不好动，非常宅，非常粘人，很可爱，好像不太要遛狗啊等等，这些时间花的不多。但是实际上像我们家里就是它的 wipes 是最多的，擦眼睛的是一种湿纸巾，擦耳朵的是一种湿纸巾，然后擦它的那个褶子的是一种湿纸巾，擦它脚掌的是另一种湿纸巾所以这个是非常麻烦的。然后他们很容易吃东西就过敏，然后导致说很多，而且是很多过敏源都是不确定的。我们家现在这只狗狗做过皮试，我都没有做过因为它过敏。然后皮试做了之后发现的过敏源一堆的名字我都不认识的，所以还好它比较宅，那这个坑就跳过了。但是之前他们2个就是吃东西不舒服，吃狗粮不舒服，之后就是一直拉肚子拉了很久，后来医生说你要不尝试自己做饭，那这个之后它的这个饮食各方面就好了。所以我现在这只狗狗它每天吃的是米饭，然后拌这个鸡胸或者鸡腿肉和胡萝卜一起煮的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要出差，或者我跟我老公要去哪里玩，比如说玩1周，如果不带它的话，比如说寄养在别人家里，我会把这1周的饭都给它做好，所以是非常费时费力费钱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想，就是你很爱狗或者说是很爱猫咪，这可能猫咪的带法又不一样啊。所以如果说大家非常想要养宠物但是还没有养的话，一定要考虑这一点我的分享完了。我可以就着这个宠物的分享一个，也不是潜规则，就是大家如果开会的时候你的狗狗或者猫猫不小心叫了一下，你可以跟你的同事们开一个玩笑，就是说如果听到声音那就一定要 make appearance 这样就会把气氛稍微轻松一下，就是一个关于猫猫狗狗在工作时候的事情。那我其实也想讲一个刚才这个职场方面的另外一个小的一个点呢，就是我还记得我刚入职场的时候问过我当时实验室的师兄一个话题，我说你会给我什么样一个建议，我马上要加入某个公司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一个建议，血的教训，就是用户名不要起得太长。就是可能很多小伙伴入职以后会发现你会有一个需要在公司里用的一个 user ID 嘛，然后这个 user ID 呢，有些小伙伴进去以后会写，就是要么就是发现跟别人重名了，那我就写全名吧，或者写全名再加个数字，对吧？要么就是用自己在网络上的一个昵称。
然后等到自己工作2-3年以后，发现哇，完了，所有的同事叫自己，平时点自己、拼写自己都是用这个名字。你写的这个用户名写的特别长的时候，不仅是你自己每次登录都非常非常麻烦，而且同事有好事也想不起来你，因为觉得你拼写名字太麻烦了。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血的教训，所以我拿出来分享一下。我看有小伙伴 echo 了。我一定要 echo 这个，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写 perf 的时候很不好意思，把我一个同伴的 LDAP 直接不好意思的写错了，然后他告诉我写错了，我去把它改了，但是他说他经常被人写错，就挺尴尬的。然后我其实在入职的时候我就问了朋友说我要起 LDAP 有什么建议吗？他说你一定要起的越远越好，越 unique 越好。然后他给了我几个 example， 当然了肯定就是 Google 比较早些那些人的 example 吧，就是他一写他这个 last name 或者一写他这个 first name 就知道是谁的那些人。但是呢我当然不可能那么有名，然后 Alice 这个名字也不是特别的罕见吧，所以 Alice 这个 LDAP 肯定已经被取了。然后呢我本来就是想写 first last name 的，但是也是基于像刚刚载南提这个考虑，所以我就写了 Alice Go， 就既简短又有我 last name 的2个字在里边，然后呢又挺好玩的，然后同事们都挺记得我 LDAP， 所以我还蛮开心的。真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大坑，而且特别难改。好，那有没有其他小伙伴想要分享一些各种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的事情？我有一个轻松一点的分享。开始有撞麦了。好 ，Leslie 你先说吧。那也欢迎台下的小伙伴举手上麦哈。好，谢谢玛雅，不好意思跟你抢麦了。就是我曾经工作的一个地方要跟航空公司设计东西。我想想是那个名字里带有方向的那个公司，航空公司。就在疫情之前啊，疫情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就是他们的小桌板啊，那些扶手啊什么，他们都不会擦的。然后你上飞机，很多人就是一旅行坐飞机就生病嘛，其实你都是在飞机上得的病。因为我们去见过很多客户，就是他们就是我们会去飞他们的那些热门航线，然后去体验，然后就很多，比如说你上一趟那飞机上下来的人，他把尿布直接放在小桌板上，或者塞到前面那个兜里面，那个兜里面是最脏的。就是我听说过的，就是他们那边的 customer service 的 VP 跟我们讲的，就是里面有大便，有带血的卫生巾，有那个就是袜子，就破洞的那种袜子，所以那个前兜你是千万不要碰。然后那个小桌板也非常脏，就是就不说别人把脚放上面了，很多人就是把婴儿放上面，然后婴儿拉屎拉尿就直接粘在上面。然后他们员工清理，也就是他是拿那个飞上的小毯子擦的，那个小毯子他们是从来不会洗的，就是抖一抖，然后把它重新装袋子。所以你有时候飞国际航班或者是飞比较商务舱之类的吧，就是你看它那个塑料袋是密封好的，你会觉得它是干净的，但它也不是，它是没洗过的。湿纸巾需要随身带，无论有没有疫情。对，我也发现了这件事情。现在出门的时候，我都会随手带着湿纸巾还有清洁剂，以防我自己忘记了这件事情。其实我跟 Leslie 的这个撞好巧，其实我想报的就是酒店行业这件事，而且不光是中国，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酒店行业。当然我知道发达国家它有更好一点的标准，但事实上因为它是纯人服务的这种，你监管起来这个标准其实都非常的就是没办法。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你无论是住的是 5 star 或者是什么样的 hotel， 就是如果它里面有地毯，我真的不建议你光脚踩在上面，因为它那个地毯上可能有各种人的体液，你不知道它那个东西没办法清洁，而且就是它很多的床单啊这些，包括杯子这些也是清洁的问题很严重。其实就是它也是会用那种擦过台面的、擦过马桶的，然后去擦杯子。所以要不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就是我经常也是 travel a lot， 所以我就会
自己带那个消毒液。消毒液的话，你就是放在用自己带的手巾或者是无纺布，你去先擦马桶盖，然后擦了马桶圈再去擦你碰过的把手，还有那个空调遥控器、电视遥控器、电话这些你会碰的，因为这些地方他们是更加不会清洁的。然后浴缸的话，我通常是不会用外面的浴缸。如果你真的很想泡澡，我建议你可以买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塑料布，就像餐布一样，它有那种浴缸 size 的，你可以放在上面。然后你就建议，尤其女生的话，你的这个生殖系统是开放的，不要就是不穿任何的内裤就坐在那个床上或者椅子上，因为它那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消毒或清洁。就提醒大家这个。对，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刚刚2位女士的分享啊，个人卫生还有出门的卫生，特别是在疫情后，一定要多多关注啊，保健康、保平安啊。然后我看到这边，因为我们好像有很多新朋友进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聊潜规则，然后不仅是职场的，然后人生当中大家自己就是千金难买到的，或者说已经是掉过坑里的，或者说你觉得可以帮助大家避坑的，今天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看到这边有新进来的一位朋友。是道吗？不知道怎么念。是的。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好的，这个我是来自这个中国大陆啊，我不是职场新人，我是实际上有20年的这个职场的经验。看到咱们今天谈这个潜规则，那么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我在职场当中一个经过20年总结的一个小这个小经验吧，对吧？那么一般来说，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新职场，那么可能首先要显示的是说我的工作能力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无论长短，很多人我觉得都会走完这第一阶段。那么你走完这个第一阶段之后，那么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周围这个环境当中的人际关系，成了你向上发展或者说更长远发展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助手，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阻碍。那么怎么去 build 这个人际关系，包括和你的 peer 或者包括和你的 supervisor， 那么建立一个合理或者健康的人际关系，怎么尽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就成为了一个你下步非要关注的一个技能。我的一个经验是，你和你的这个 peer 或者你的 supervisor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仅仅是在工作当中，你需要和你的 peer 或者你的 supervisor 去找到工作以外的共同的语言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那么我在这个职场当中呢，经常会通过找到工作以外的共同的兴趣爱好，那么迅速拉近了这个人际关系。那么我一般认为这个人呢，如果你发现你跟另外一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非工作当中的，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或者这个其他方面，对不起，我没听清楚。没事，您接着说。我的意思是，非工作就是工作以外的其他方面的，找到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的时候，人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俩是 share 共同的价值取向或者共同的价值观，一下子这个距离就拉近了。那么这样呢，就会反而这个距离拉近之后，会在你的工作当中带来很多的好处和益处这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好，谢谢大家。我也快速echo一下，就是的确就是工作关系的话其实是不足够的，在职场的发展必须要有个人的私交关系。就一般来说的话，你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会跟同事之间找到共同的兴趣。跟我老板的话，你比如说我们都喜欢滑雪，我就会去约着一起去滑雪。然后她老公有在外面去创业做汽车项目方面的东西，我也会介绍我的资源给他。然后同事的话也是，只不过跟 peer 之间的话，我如果发展私交的话，我不会在同级部门里面去找的，因为 peer 之间的话总会有竞争压力，他没太有必要去发展私交关系，就工作关系好。像我的话，就会选择其他事业部的同事，那种跟你谈得来的，思想上可以交流的人，对的。好的，谢谢。那我刚刚看到苹果姐姐也上麦了，苹果姐姐有什么这个职场或者是人生中的潜规则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吗？Hello， 我在火车上，信号可能不是特别好，我先简单说两句。
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思考就是有同理心吧，站在别人角度思考他的这个 OKR KPI 是什么，就是你的需求和他的怎么样去 align，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去促进一些合作的推进吧。我觉得苹果姐姐有很多经验都是来自于她的这个环球旅行，然后我觉得要是有那种旅途早知道，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不只限于这个职场了，这个包括生活，包括很多地方，只要你是千金难买早知道的话题，我们都还挺欢迎的。很高兴见到这个陈宇。对，跟仔南也加了好久微信，还没见过，期待有机会。对啊，本来上次维加斯要见到了，可惜的。都是网友。对，在那个sorry， 这个背后有一些那个火车的声音。我是主要是住在sorry， 现在因为有一些噪音，我怕你们能听到后面有人说话吗？没事。OK， 我觉得就是住在不同人家里吧，还是一个最重要，就是同理心，就是说从别人的，尤其是不同的文化，比如说，就是我之前住在一个飞行员的家里，然后我吃过早餐，我就去洗碗，然后他就说，你不用洗的，你把碗放在那个水池里就行了。然后我会用这个德国的这个强力的洗碗机一起去洗，因为就会比较节约用水吧。就是他的习惯，有的时候是我们觉得出于礼貌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对方可能不一定是他的生活习惯，所以就是一种对尊重的思考。我简单说一个这个点。哇，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我都不会想到还有这个就是环保节约用水的这个理由，使得他反而不想让你这个再用手帮他洗碗，对，很有意思。好，那谢谢，因为这个苹果姐姐现在可能在路途上，这个所以噪音比较多，我们就不多打扰她了，然后也欢迎她继续听着。那我刚才看到另外一位好朋友冯毅好像也上麦了，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神奇的小伙伴，然后如果有一些千金难买早知道的这个小故事小典故，也欢迎跟大家分享。Hello， 仔南好，大家好。对，我栽过太多跟头了，所以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对呀，没关系，你要是想得起来，你可以先说一说，然后如果想不起来，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正在探索自己要讲哪一个栽的跟头，那你也可以再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慢慢聊，没有关系。可以说一个有趣的坑吗？你想听哪方面的呢？你觉得特别有趣的。请定义有趣好吗？让你觉得很尴尬，不耻说出来的。要听的就是你说不出来的这种。太坏了。要不就分享一个你觉得说最近几年，然后印象最深，然后摔得比较惨，然后如果分享出来，大家可能就真的不会去摔的那种坑，好了。好吧，那个满足你们的要求啊，我讲一个简单一点的吧，就是我很喜欢爬山，然后呢，我爬过美国西海岸，美国西海岸它有一个叫 Ring of Fire， 就说有大概那么一连串的火山，然后有的还是潜在可能会喷发出来的，叫 Ring of Fire。美国本土呢是从美国Oregon 的Washington State 的 Mountain Rainier 往下到 Oregon 的 Mountain Shasta、Mountain Hood， 再下来到那个Shasta 就是加州的。然后之前我都爬过，然后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体力啊或者经验啊，然后自己是能够胜任的，然后就带了一位新朋友，也就是在去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去爬。然后这个坑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可以和大家说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就是说我在计划这个旅途的时候，老司机嘛，所以就比较犀利，说我觉得大概难度或者是需要准备大概是比如说80，我就按80的去准备，或者85的去准备。然后带新朋友的时候呢，我会根据他的体力啊、经验什么的做相应的安排。结果就翻车了啊！翻车的原因是我准备的不够。然后比如说
这个坑，它真的是一个坑，它是一个沙坑，在 Mountain Shasta 下面的开去它叫 Camping Site， 它有一个parking lot， 然后呢它是有大概30米长的沙路，我在网上看过别人介绍，去了那里呢，我说大家分享的还有很有帮助，但是作为老司机要翻车，它最大的一个坑就是什么呢？盲目自大，认为自己以前都没有栽过。好，我看到那个它沙路，然后是真的会陷进去的，这个是我知道的。然后呢，网上也说过大概20-30米，我就 took it for granted， 我都没有下来，在那个它是那种土路，但是表面很多沙嘛，开来开去，所以就很松。我都没有下来把那一条30米长的路走到底，看一看它是不是30米，因为30米的尽头呢是个小的拐弯。然后呢，我就开着我的这个 sedan，就冲过去了。结果快到那个这个沙路的尽头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那个上坡，所以我的速度呢是不足以冲过去的，这是我的判断。结果我就慢下来了，然后就卡在那里了。然后就以下的那个4个小时，就是不断的在跟那个沙路搏斗，在跟千斤顶搏斗，然后太阳这个也在落山，然后前面后面也有那个别的登山客，在那里就是把人家就是耽搁了，那最后有那个英雄出手，用他的那个大奔的那个 SUV 把我们拖出来。好，我就分享我众多坑中的一个。好，谢谢大家。哇，你这个是谢谢你这个是物理大坑啊，真的。对的，而且这个其实我之前就是在那个斯坦福有一次翻译的时候，一个法学院的教授讲的，他有一次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总结为一句话，其实就是刚刚一分享的这个坑，就是不要盲目自信，导致说很多投资都失败了，或者说是很多这个高管都落位之类的啊，都有可能的。谢谢分享。好，那我们在欢迎下一位这个上麦的小伙伴之前呢，再 reset 一下这个房间。就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在聊潜规则呢，主要是聊各种职场生活以及各个方面大家感觉到那种千金难买早知道的一些教训啊，或者是一些别人告诉你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和约定规律等等。所以欢迎大家各种举手上麦来交流。那今天晚上我们其实这个环节已经进行了大概1个半小时多了吧，然后我们可能再过15-16分钟，我们这个 room 就结束，所以鼓励所有还没有发言想跟大家分享你的这种各种故事、各种坑的小伙伴，一起到台上来举手上麦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位新朋友 Vivian 上台了，欢迎 Vivian， 你好呀。大家好，谢谢在南，然后在room里面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然后在南以前也关联过我们的以前的房间，所以非常的有幸在这里参加你的房间，然后文明 Cindy 还有苹果姐姐我其实看到这个标题也是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确实有一个坑想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可以避免踩这个坑。这个是关于招人的一个坑。我觉得可能跟我们 team 就是其实招人的经验不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 HR 合作起来不是非常的愉快，所以呢 HR 给来的人我们都就还是需要自己去筛一筛，然后我们的 team 呢又有就是我们对人员的这个要求又很独特，然后公司呢不太有一个就是既定的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需要找的人。然后稍微再带一下，我是在一个 integrated marketing agency， 然后做这个 marketing strategy， 然后还有 consumer insights， 还有 branding 这方面。然后我在公司里面的话是 global intelligence 这个 team， 然后就会要求这个人非常的多元吧。总之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团队自己在创建一系列对我们认识的这个我们觉得招人应该用的个规则，结果就导致其实没有一个既定的standard， 然后也没有团队之间也没有一个非常队员之间也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认识。其实我觉得我们踩这个坑特别特别的基础，就是我们在这个 candidate 面试的时候，这个男生他在就是最基础的这个问题上，就是 tell me about yourself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问题上，
我现在细思极恐，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当初就是拿着他的简历一步一步往下念的。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当时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 report， 然后呢，整个一个比较 friendly 的 attitude， 然后包括他在讲的时候，然后也会有一些笑容呀，然后也会跟你就是稍微有一些互动。但是我就是在后来想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坑，它就是其实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后来为什么我们觉得发现它是一个大坑？我们这个工作需要很多的 presentation， 然后结果这个哥们儿在后来的一个表现，就是每一次的 presentation 他都会照着 PPT 念。我也是在这件事情之后，我才想起来，当初招人的时候，好像第一个问题就有问题。其实非常基本，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跟你之间的互动容易蒙蔽你的眼睛，所以也在此提醒所有职场就招人的小伙伴，如果你感觉到他有点逐行念的感觉，千万要慎思，千万要慎思。后来这哥们儿的下文也是1年不到左右，他也被 let go 了，在疫情中，哇，这个说的好好，所以很多公司都是先招实习生再发 offer， 还是很有道理的。真的，我觉得你看一个人大概3-4个月，你大概能看出来。他这个 presentation 的问题，我们真的培养了可能很多个月，居然都没有培养出来。现在想想，如果一个人他连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 basic 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跟你以 storytelling 的方式讲出来的话，你怎么能期待他在之后有更多的这种 think on their feet 的这样的能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基础的比较好避免踩的坑。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主持人，我可以提一个建议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storytelling 和做演讲这个还挺好的职场话题，我想建议变为以后的一个 topic， 然后我们有新朋友上来。好 ，David， 你要发言吗？欢迎你。Hello， 大家好。欢迎 David。Hello。嘿，大家好，我是在澳大利亚，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买卖生意的坑。好，感觉会很刺激。对，就是因为这个今年疫情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考虑去买一个小的一个生意，小的一个咖啡店嘛。通常来讲，就是买生意是需要中介的，就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中间商，然后他们会赚差不多10%的差价。所以说，我们想买一个咖啡店嘛，所以就在市场上去找这个相关的生意，同时也想找一些不通过中介的一些 business。最终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就是他这个生意主想卖，但是呢，他暂时没有中介的这样一个生意。所以说，我就去看了看这个生意，我觉得这个生意是挺不错的。然后我就说，我们坐下来讨论一个价格吧。然后最终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价格，在18万澳币这样。然后，紧接着就是下一步就是来签这个 contract 嘛。然后在签 contract 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 seller 他是一个韩国人，他就开始一直拖延这个签合同的日期，然后一直到我们都已经把所有的合同什么准备好了。他突然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们之前几个星期前的那个价格不太好，我觉得我要再加4万澳币。然后我们就突然意识到，就是他在拿到这个价格以后呢，他就去找了一个中介，然后重新把他的 business 放在了网上，就是拿我们这个价格呢去当保底是吧？对，就当一个 leverage。所以说，我觉得就在做生意，买卖生意这个谈价格这个过程，一定要在 lawyer 面前来谈。就是当你决定了一个价格的时候，立马把字儿签了，然后把定金交了。否则的话，哪怕拖1天的时间，
他只要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了。对，就是他肯定会 shop around， 然后尝试去找别人 match 这个 price， 然后你就 end up 需要付更多的钱了。感觉这是很大的一个坑啊。对，特别好。对，我就分享到这些，谢谢大家。主持人，我想再分享一个。好，瑞董又要再分享一个，来。我就小时候的经历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样一款产品，就是能治疗青少年近视的这样一款按摩仪，不管它是眼宝宝呀还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仪器。其实这些其实在治疗近视这个方面呢，没有什么非常有效的办法。包括这些仪器其实都是骗人的，他们最常见的骗人的手段就是一般你去进一个店里去，然后让这个孩子先测一下视力，然后这时候你就会上一个机器去进行针灸所谓的什么电磁按摩，或者就是蒸汽熏他眼睛，5分钟之后再去看这个视力表，会发现你的视力会好一点。其实就算你闭上眼睛，你在那闭上眼睛休息5分钟，你的视力也会变好。他就抓住这个点吧，然后来坑一些这个给孩子着想的一些父母就专门去做这个。这个仪器已经卖了，反正我小时候我就买过一台，这仪器还特别贵，就在2000年左右时候，那一台机要1000块钱，而且还是有非常多的明星代言的这样。其实这都是一个就骗局吧。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骗局。你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有一次走在那个商场门口，就是湾区的这个一个那种就是商城吧，然后那种商业街，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就有那种卖给鞋子清洁的那种喷雾的那种店，然后会有人出来说你免费试一下，然后不由分说就直接给你先喷上一只脚。然后你一抬头说我不需要，他说没事，免费的，让你试一下。我说那免费试一下，然后这时候他就给你把这一双鞋给你擦了一下，然后完事以后问你说要不要，你说不要，然后他说行，然后你左右脚就不一样了。这让我想到这个有一点相似的这个坑人的这个骗术吧。对的，同时这个也应用在这个做美甲，有很多。我不知道有很多男士有没有被这个美甲店拽过去，就给你做1个手指头，然后感觉还特别漂亮。但是这时候你要做10个手指头的时候，就价钱就特别贵的离谱。然后你说不特别漂亮，身上9个手指头就特别丑。他也不帮你洗掉。你换一家店嘛，你再换一条街找个鞋店，是不是？10家店是吧？对呀。然后你发现这帮人都有行规的，只弄右脚。其实因为这个，我突然也想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然后我去买那个 bar 的车票，然后其实那个 bar 的车票自动贩卖机旁边站了一个人，他假装好心的要帮你买车票，然后然后你就把钱给他了，那他最后打算把车票交给你的时候，他手又伸出来的时候跟你说，应该要有小费的这种概念，他只是帮你买个车票而已，然后他就要帮你就跟你要个小费这样。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种这算骗术吗？其实感觉听起来，我记得我以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有点像骗术这种感觉。说到车票哈，我说一个简单的，我那年在去乐山大佛玩，然后回程的时候呢，我开着我的车，然后经过一个高速公路的一个关口，然后正在那个慢慢启动的时候，我通过后视镜看到后面有一个人那个在拼命边追边那个挥手，似乎他想搭我的车，然后我相对来说还是挺愿意帮助别人的，我就把车停了下来。结果那个人气喘吁吁的那个到我这边说，哎呀师傅，能不能搭2个人啊？我说可以。好，他说那个给我说了一个价格，我价格忘记了，然后我说可以啊，我说赶紧上吧。结果他一挥手，然后从后面呢又跑来2个人说，来给你们的车找到了，交钱吧。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就是在高速公路旁边就替人拦车，然后呢，他是做中介的是吗？他跑得比较快，也就是他跑得比较快。这个人也能有中介哦，真是大开眼界。哎，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个开了眼界了。好，那而且我们现在又有2位新朋友上来，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房间可能待会儿再开几分钟就结束，所以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吧。那我们欢迎一下，也是好朋友子清正好上台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坑或者是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的小诀窍？ Hello， 在南，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刚才在下面听了一段时间，觉得很有趣。然后这个话题我之前是昨天在群里面看到的，觉得今天一定要过来听一听，然后跟大家交流交流。我跟大家分享2个，一个是买房子的，一个是买钻戒的。买房子的话，我自己是试过很多次，就是用这个 due agent。应该有很多人会知道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试过。我自己也是试过大概3-4次，都是很顺利，而且特别是在抢房子的时候，就是把一个双方在谈的过程变成了一个3方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就成交起来会很顺利，而且价格的话也一定会拿到最便宜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是应该会有人会有不同的经验。OK， 第2个是钻戒。除了买房子以外，可能这个算是相对来说对男生会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开销。一般的奢侈品行业的话，他们都会跟你说没有折扣，但是如果你去问他或者继续沟通的话，是可以拿到either礼物或者是 deal。这个价格的话，最多可以享受到30%的样子，而且是越贵的品牌会拿到的折扣会越多。OK， 就这样。那其实这个，谢谢。其实这个折扣是从哪来呢？是感觉听着是就没有官方的这个政策，对吧？是不是因为那个销售会把自己的本来应该得到的那一份这个 commission 让利出来的意思呢？不是的，就是直接跟官方谈。比如说你买的东西，举个例子好，如果你可能买的这个钻戒只是1万块2万块的话，那可能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是尝试要一些礼物。但如果说你买5万10万，你跟他谈至少是可以拿到5%到10%的折扣，而且这个是适用于几乎所有的一线品牌。对，我想 echo 一下子清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 door agent 我也用过这个办法，就是我刚来多伦多的时候想租工业厂房，就是我找了一个经纪，就死活都租不到，然后就是不愿意租给我们。后来我就干脆我就自己，我说我没有经纪，就特别容易就租到了。其实后来想想，就是这个卖家的，就是房东的经纪，他就想赚2份钱，所以就他特别想促成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是对于如果要是这个价钱是非常公开透明的话，而且没有一点这种有水分、有一些陷阱的这种房子的话，其实这样方法是不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包括你这个折扣，不光是这个，就买车的时候，像我买车在这个加拿大买车还有团购这一说，就是后来当时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儿买一辆车，就是每人买一辆，就是折扣就是能比别人多出了10%，也是那种跟他们坐下来谈，慢慢谈下来的。车子的这个应该是适用于比如说每一个季度或者说每一年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在冲业绩的这个情况下，但是像很多奢侈品品牌的话他们也会有这一点，但是即便你不是就是到他们的那个快要冲业绩的时候，平时过去的话，只要你买的这个单价够高都是可以享受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忘记寄到免税州去，可以省很多 tax 这样子。感觉学习了，非常感谢子清给大家分享的这2个，这个 due agent 和买钻戒或者是买高档奢侈品的一些小 tips 吧。我们还有一位新的朋友上来 ，Hello Iris。
Hello， 战南老师好。我其实刚才是听到陈宇姐姐有分享旅行中，还有那个一峰老师分享旅行中的一些坑，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之前就是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因为我在北京做图书策划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19年是跟一位作者和一个美术老师去到匈牙利，然后因为之前我在欧洲有念书，所以在欧洲旅行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轻车熟路的，但是在匈牙利当时就有碰到一个事情，就让我们非常震惊，就是当时我们是想在匈牙利拍那个纪录片，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书籍制作之类的，但是当时我们就想体验一下布达佩斯它的就是所有的那种公共交通啊，然后就是也包括地铁这种，所以我们当时就是3个老师都英文都非常好，但我们就很自信的走到那个地铁站里面去买那个地铁票，然后发现他们全部都是就是我们当时去买地铁票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人工售票处没有人，没有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就去那个站台上买那个自动的售票。然后我们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太会操作，因为就是匈牙利当地讲匈牙利语嘛，所以我们当时是转那个就转那个小bar，就是它不动，然后它不能换成英文。然后呢，我们旁边有站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 nice 的一个 lady， 然后她好像就是想帮我们，然后在旁边等我们，帮我们去操作。然后我们当时就非常感激，然后就让她帮我们操作了。然后就是她说这里放钱，然后我们就把钱放进去。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胡乱操作了几下之后，那个钱就没有了，就被吞进去了。然后我们就什么情况？因为又回到了一个，就因为我们当时应该大概是放了一个几千的一张纸币进去吧，大概其实也就几百块人民币的样子，不是很多。然后就钱进去之后，我们就3个人都很懵啊，然后就去找那个就想说是不是机器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工作人员那边，就是有人工售票的那个地方，想找工作人员。也没有人来理我们，就没有人在那边。后来我们就等了差不多10分钟都没有人，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就因为也有当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同事嘛，然后就后来跟他们咨询，就说原来他们可能是一个团伙，就是在那种就是看到有这种比较面生的一些外国人面孔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对我们很好的那个 lady， 她在旁边其实是就是帮那个，因为匈牙利可能经济各个方面可能也就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真的是欺负外地的游客这样子，所以这个当时我们就还吸取了一个挺大的教训的，然后想把这个梗告诉大家，以后去匈牙利旅行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就是尽量自己来。对，就这个分享，谢谢。哇，最后是一个物理的人生的坑，这个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里面一个这个千金，这是千人民币难买早知道的坑。是的，的确真的是用钱换来的。不过整个匈牙利其实我们的体验什么都是非常好的，就唯有这一个小小的，就是不太好的体验吧。对，所以也是想分享给大家一个旅行中的教训。好，那我们今天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啊，跟大家分享了各种潜规则，各种不成文的规定啊，或者栽跟头的教训。那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就也到了终了的时间。那如果你感兴趣我们今天这样的话题或者这类的话题，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台上的这些 moderator 和 speaker， 然后尤其是觉得哪些这个 speaker 觉得分享非常有干货的话，欢迎关注他一下，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加入他的房间。我们其他的小伙伴呢，也欢迎刷新一下这个屏幕。我现在已经把头像改成了今天的一个微信群，大家可以在群里面继续去 follow up， 以后我们也会更新。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 club 叫做再聊，那大家可以在这个Clubhouse 或者是直接点这个标题再聊上面可以关注我们这个 club， 以后有新的活动你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所以谢谢大家。那我们最后可以把这个房间再保留个5-6分钟，一方面是让大家可以互相关注一下，觉得这个房间里其他身边有趣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是
可以让这个大家可以如果在台上的话，可以讲一讲以后想听到什么样的话题作为我们这一个 ending 的部分吧。好，谢谢大家。谢谢群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谢谢大家。那我们再过几分钟就可以撤退啦。那个你们如果想听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来跟大家说，也可以如果你现在想说的话，也可以开麦来说。对，刚才好像谁是菲菲说。对，我刚刚说了 storytelling 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要把你自己的想法，还有包括你自己的做出来的事情，要说一个很好听的故事，说给你的朋友，说给你的同行，说给你的老板听。我觉得这对你 career growth 是非常有帮助的事情。对。我觉得沟通技能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到时候我们再开一期来聊。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潜规则，或者是没有讲到的一点，就我今天觉得很后悔没有讲，就是其实如果回到学生时代，我会告诉大家，就是我会告诉当时的自己说，其他可能东西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写 PPT 写 PPT 的能力真的要好好锻炼一下。好，那可以说一说。真的是写 PPT 而已吗？我觉得是。把 PPT 给 export 出来的能力也很重要。我一直觉得在硅谷这么科技发达的地方，难道就没有说我把一堆资料、一堆文字扔进去，然后它可以自己 generate 很多 PPT 的那种？这个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单张的 slide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一串 slide 讲成一个故事，这个还是要看这个说故事的人想说什么。对，而且可能需要有很大的一串 practice 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甚至有可能你自己还做完 PPT 还需要有一个很大的 export， 你才可以把你自己想要表达的 idea 给 export 出来。对对对，做是一回事，说又是另外一回事。对，这个也可以开一期讲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也后悔说当时大学就是埋头学习，然后什么沟通技巧啊 PPT 啊都不会，什么 mentorship 啊什么 sponsor 啊这些也都不会，对吧？很多潜规则都是学校里面没有讲过的。然后其实我刚刚是想 Q Fifi 来着，因为我做咨询的朋友就说他们入职的前1个月就是在培训怎么做 PPT。这个是真的，而且我们有自己发明的 macro 可以让我们非常快的写出 PPT， 就可以有专门的这种快捷键，然后有专门的，对，我们有 macro 写 slides 的。哇哦，感觉很厉害。就是他们可以做到只用键盘写 PPT， 对不对？对，但是就是把就这种就是把我们的脑子就是解放出来，只是想怎样说这个故事，而不是把时间花在找 logo 啊，或者把时间花在对齐文件对齐这个叫什么文本框这种事情上。对，是用 Markdown 写 PPT 的那个。不是 William， 他们说的是 macro， 就用用红编程的，就这样基本上像写 script 一样去写东西了。对，但是我们是有专人就研发，然后发放给我们这些咨询师，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说我们要写什么，然后我们还有专门的组，就是说会帮我们，就比如说我可以就是说我想要把这个我的这一章写成怎么样的就是视觉上是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这是我的3个重点，然后这是我要说的主旨，然后你帮我写成一张 PPT， 我们有团队是可以帮你做，然后拿回来我自己再改成我想要写成怎么样子。还行，这是奢侈配置啊！非常我也觉得这是奢侈配置。对，非常流水线的。对，其实还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是一个好故事。什么是一个好故事？我想推荐大家看一个网站，当然有很多，但是我自己就是不小心发现，我还挺喜欢看的，叫 Visme V Victor
I India S Sam M Mary E Edward.co， 就是他那个 founder 他有很多 YouTube 的那个 video， 他会讲说色彩的搭配啊，他也会讲说怎样说一个很好的故事啊，我有时候自己也会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还想说，聊到这里，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讨论说，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现场的一个路演。无论你是投融资，就是你演讲的一个 skill， 就是除了你做完 PPT， 因为你要讲，就是避免前面的朋友提到就是照着念的那种。然后你要怎么样，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一个 PPT 展示，然后也有一个好故事，可是你怎么用现场的一些能力、语言的能力、互动能力，让当场的每个人都 get involved， 然后你能把这个东西所有东西又传达出去，就是这个媒介这种技巧，我觉得也很适合。然后我周围有一些那种演讲俱乐部，他们都做的是线下的嘛，就更直接。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完全可以在线上这种声音的平台，其实也就可以练习的。一人一个1分钟小故事。对啊，我其实有一个。你先讲，不好意思。没事，你说。我是其实有一个想听的话题，就是职场或者生活中讲话的分寸，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会，回去反思，然后替换自己使用过的词语，然后观察它对其他人产生的这种情绪上、心情上的影响。这个还挺想听听大家的心得的。我特别想听，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说。我觉得这个话题超想听的。我也觉得这个话题特别的好。学一学高情商的人都是怎么说话的？对，非常想到了那张图，左边是低情商，右边是高情商。要不然的话，就是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低情商的，就是发生过的事情，然后让高情商的人点评一下，如果是他们会怎么说？我可以做低情商。可以做这种比较练习，对吧？就是给一个场景，然后现在有一个沟通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或者这样的一个 misalignment， 然后 OK 你们俩开始说，对吧 ？1 2 3开始，然后你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沟通的过程。对，一个 before 一个 after。哇，这个会很有意思啊！这个我觉得 Andrea， 这个我们到时候商量一下开一下。我想到另外一个，如果你就我们公司里面有人会去总结嘛，然后说怎么样，就是这种高情商说话方式，比如说它里面讲说一个说法说 Can we cancel the meeting 是你心里想的问题，然后你说的时候就是 Do we have any agenda items for today？ 其实是的。这是我常常用的招数。然后还有什么？我记不得你的名字了，然后就会问说你的工作邮箱是什么？我给你分享这个 notes， 然后你就去查他叫什么名字。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下一次多聊，就是我觉得情商高、说话好的人，其实他们都非常注意听对方说什么。他说话不会说只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他会照顾到他听到的东西，然后跟你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听和说是不分开的，是同一门艺术，要一起讲。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我也很感兴趣的，可能就是怎么样把你做的 work 给 export 出来这种概念。就是你可能自己做了一个小东西，或者是你可能自己曾经做过某一个 feature， 或者是你做过某一个，以 business 来讲的话，你可能做过某一个 project， 那怎么样把那个 project 讲的比较有条有理，然后又觉得 impact 很大这种概念。对，就像刚刚 Fifi 什么的都讨论到的，比如说你在跟上司沟通，还有就是 Leslie 说到的，比如说你 weekly review 或者说 quarterly review 的时候，怎么说的好听，对吧？怎么把它说清楚了？对。然后再进阶一点，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想要写你的 quarterly report 或者是 yearly annual report 的时候，要怎么写 reflective 这样。
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最近其实在换工作，但是原来从事的这个培训行业其实有点，就是我在做辩论的培训，它可能就是跟一般的培训它会有点小众，所以怎么把我的在之前做的事情对于外行人来说讲得更易懂，可能就是说可能讲给我妈听，她也能够明白我做的是什么事情，这个能力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我个人挺需要的，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有这样分享。听起来我们可以开 round 2，一句话讲清楚自己的职业。对，我也有怎么样跟码农沟通，让他们改东西，改来改去还改得心甘情愿。没有关系。这个话题太有用了。对，我其实想要理解怎么跟设计师沟通，然后理解码农的痛苦。感觉你们这个可以单独再开一期，肯定有很多人。可以开个码农和设计师之间的故事。码农跟设计师之间怎样沟通？好话题。码农和设计师之间的爱恨情仇。对，也不一定是设计师吧，也不一定只有码农吧。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你的 infrastructure 跟你的所有的 software 整个 product 的运作情形。但是这个可能比较少人可以说。对，就是怎么样跨部门沟通，或者说跟你不是一个行业的人，比如说你的客户啊什么的，这种沟通其实都是宽泛的，是一起的。对。其实说到沟通哈，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首先要了解说话的对象，了解他对某些方面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层次以及什么样的角度。对。所以我们是已经开始聊了吗？意思是？我刚才就感觉这个观众的人数在回升。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聊的不是这个 room topic， 其实我们在聊的是我们的 future topic， 所以才是有点像 wish list 的那种概念，所以人会越来越多。对，那你开个 Dory 呗。对啊。我之后想这样做来着，就是我们这个活动会慢慢的想把它变成一个 community， 然后大家也会贡献 idea， 然后可能有的人也会提前准备一些故事给大家讲，像我觉得我可能会找 Andrea 回去聊聊看刚才这个话题，看来大家都很感兴趣，然后以后可能有机会开个 Dory 什么，让大家可以一直去持续投票聊什么样的话题。对，好的，其实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这样啦。对啊，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大家各回各家吧，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谢谢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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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